在古瑶城杀数万妖兵，还有妖将之战、击鼓问鼎等等。当然会有，在设计中是最重要也是最烧脑的问题。我们确实埋藏了一些小巧思，有机会的话会和大家做一下这方面的分享。仙逆呢，整体的故事发生都离不开中式的传统美学体系。水墨的流动性、不确定性，用水墨渲染山水，用留白保留意蕴，契合了修真界的机缘莫测以及命运的沧桑感。鎏金呢和敦煌的这两种元素呢，自带一种宗教的神圣感、飞升的动感，这与修士突破自身的境界、飞升成仙的主题高度一致。一些光滑亮丽的装饰更符合仙逆世界的古老，同时还原昔日仙界的华美。感悟往往带来境界的提升，是接下来战斗胜利的前提，这是仙逆设定本身具有的优势。当然也离不开编剧团队精炼的台词，还有吹导的 BGM。一首恰到好处的 BGM 能迅速地构建起所需的情绪氛围，所以文戏不仅不拖沓，还会有些期待感。我遁天，甘愿抹去神智，成为尊魂幡之魄。每个重要的配角自身都是鲜活立体的，他们的故事本身就能打动人。遁天老祖对亡灵的信任、关爱，弥补了亡灵成长中师徒情怀的缺失。亡灵和司徒南告别的这段剧情，其实是仙逆前期100多集在朱雀星上的故事的最后一个连接点。虽然是离别吧，但是两个人其实都是各自踏上了自己修行道路的一个新旅途，所以我并不想去过度的渲染离别的悲情，去刻意做这个煽情。我觉得它应该是熟悉却是新起点的一个氛围，也是王林与司徒南亦师亦友真挚情谊的一个表现。所以在音乐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听到的是一直我们在根据情节来做变化做推动的。到了情绪最浓处，我们用之前的插曲画凡以这首歌为旋律作为主题重新进行了编曲，既加强了二人之间的纽带，然后又强调了这种宿命感，既有离别的伤感，又有二人追逐自己所求之道的坚定。其实我们从103集开始，我们在一些新创作的音乐里面的配器选择啊、旋律表达，都会有意识的去做一些创新，融入一些新的元素。画凡本身是一首国风配曲主导的比较偏意境表达的歌曲，我们改编成纯音乐之后，融入了一些比如说电子的元素，使得整个音乐的气质就多了一些动感和激动人心的情绪。差异化和统一性呢，这对看似非常矛盾的关系，在设计中是最重要也是最烧脑的问题。不过归根结底，仙逆世界观的统一是一种多元一体的结构。从亡灵离开赵国，然后到朱雀星的各地，然后再到天运星，然后再到之后播出的去罗天星域，世界观呢是随着主角实力的提升而一层层自然展开的，而不是凭空抛出来的一个设定。这种成长型的探索方式，让观众能够逐步接受和理解世界的广阔与差异。后续还有很多重点的篇章，比如即将播出的《妖灵之地》，整体是偏部落风。同时，原著中亡灵在此也创立了炼魂部落，在古瑶城杀数万妖兵，还有妖将之战、击鼓问鼎等等，都是比较宏大又经典的场面，这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到了妖灵之地呢，剧情会在天妖郡和火妖郡之间切换，既要做出之间巨大的地貌差异，还要在色调上衔接的比较平滑。我们是从青山绿水到戈壁，再到荒漠火山过渡过去，色调也是从绿到黄再到红，逐步增加气氛的紧张感。关于亡灵在妖灵之地系列的新皮肤，我们确实埋藏了一些小巧思，并且在差异化与统一性之间做了精心的平衡。我们加入了一些妖化的特征，亡灵在使用妖力时身上的魔气流动、眉心的六痕魔纹以及身上的妖化效果，还有在妖灵之地皮肤中它标志的长袍会加一些符合部落妖族的一些细节。
我们也希望保持王林的冷峻眼神、特定的发型轮廓、简洁利落的服饰、剪影的同时，尽可能展现他的多面性。我们改变的是王林所处的环境，获得的新的力量和外在的表现形式，但不会改变他的核心性格和精神内核。在后续的剧情篇章里面，我们也会继续拓展音乐方面的创新。仙逆的音乐我们会不定期的整合到 QQ 音乐的仙逆动画原声带专辑里面。如果粉丝朋友们喜欢仙逆的音乐，可以去听一下这个专辑。近期我们也会整理一批新的音乐上线。诗仙之战将继续尝试更多元化的技术，并进一步在视觉镜头上给大家带来更新的体验。运镜和分镜设计上也会有新的呈现，会贴合诗仙之战的故事背景，还有整体基调去做新的主题曲，还有包括中间的一些插曲，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目前诗仙之战处于美术阶段，一些人物的设定、场景的构建也在逐步推进中。有机会的话，会和大家做一下这方面的分享。后续剧场版的人物建模和场景设计都会进行升级和拓展。在延续仙逆整体硬核修仙基调的前提下，后续剧场版的美术风格将会更加大胆、多元和富有探索性。整体风格会延续上一部的民俗风格，人物服装风格会更加丰富，更意味着会根据剧场版的故事主题，为角色设计符合当下剧情和心境的新造型。场景部分也会升级史诗感，争取带来更强、更沉浸式的视觉体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既然活着不易，不如拼尽全力一试。生来平凡，不代表注定平凡。从这一刻起，王某将是元婴旗下第一人。3息内还留在此地的，死。死是我，生亦是我，我自为我。生死一劫，看，欲出生于天，死于大地，中间下落的过程便是人生。只要你死，我也要把你抢回来！今日谁拦王某，便是王某之敌。太好了，这一天终于到了。我遁天甘愿抹去神智，成为尊魂幡之魄。无论修士的千秋功业，还是不易的平凡一生，我自为我。有请腾讯视频动画内容制作部燃动宇宙工作室群负责人周旺和仙逆主创团队上台分享。大家好，我是燃动宇宙工作室群的负责人周旺。我辈修士，河西一战。刚才大家也看到了仙逆最新的年番 PV， 真的非常令人激动哈。我们也非常有幸的邀请了仙逆动画团队以及坐在我身边的耳根大大。那么我们马上要开始我们的提问环节了啊！就刚才也看到了我们的新的仙逆的 PV， 不知道耳根大大有什么感想？感觉非常的燃，就像你说那句话，我辈修士河西一战。好，那么我知道，仙逆现在的进度也是非常的紧凑哈，马上我们就要进入到天运篇了。那我不知道耳根老师当初在写仙逆的时候，对这个篇章有什么设身处地的感受吗？包括对这个篇章的未来的动画有什么期待吗？其实说起天运篇，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天运子这个人物，他的设定呢是一个谋划了无数载，布局古今的这么一个角色，也是王林的一生之敌。我对他的评价是志如妖，心如渊。尤其呢，他的来历呢，其实跟我的另一部作品《囚魔哀》相关。
它是球魔里面的一个宠物，叫秃毛鹤。其实仙逆当中跟球魔相关的人物和因果还是有好多的，比如天逆珠，还有宿命族啊，还有桑象。然后呢，天运篇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人物，我也很期待，就是贪狼。这是一个可以带给王林无限欢乐的角色，大家也可以拭目以待。至于剧情呢，我其实最期待的是王林击鼓问鼎，那是意志的升华，也是彻底的奠定了逆修的一段很燃的剧情。总体来说呢，天运篇是王林如同刚刚毕业的学生，走出了朱雀星这个小山村，踏入到了大城市的关键一步。放在他面前的是更浩渺的天地，更高的层次，更大的世界，以及更艰难的挑战，还有就是更爽的节奏与剧情。然后对于期待，我是觉得仙逆从默默无闻一路走到今天，和王林的修行一样，一点点一步步的盛开。我期待仙逆在未来的路上能够绽放出更灿烂更绚丽的光彩。确实啊，刚才听到耳根大大对动画的期许，真的让我也是感同身受。我感觉其实仙逆一直以来，包括刚才缇娜姐介绍的，作为年番第一部豆瓣开分9.4的这样的力作啊，而且一直保持着故事的节奏的紧凑和人物弧光的展现，非常的丰富。那么刚才耳根大大也谈到了对动画的期待。那么我们坐在左手边呢，也是动画团队的主创们。那么首先，动画团队的主创们也请跟线上线下的关系观众们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那个仙逆动画导演李振峰。我刚才也提到了说对动画的这种高口碑、持续性的节奏的保持。那么我们也同时想把这个问题抛给两位导演哈。那对故事节奏的把控，以及我们在技术上的一些新的突破是怎么达到的呢？对吧？可以建新导演，你可以先谈一谈啊。我们肯定会还保持仙逆既有的这种叙事节奏，做到快而不乱，同时呢，保留原著的高光情节，并深入挖掘其中能体现人性、情感等等关键的那种剧情点，进行精细的打磨，做到就是让观众看着畅快又有回味。在技术这块儿，我们其实首先年番的品质，我们也是需要进一步升级，从模型、特效、灯光入手。模型方面嘛，我们从资产的材质质感、贴图的纹理的细节、特效的方面，粒子量的加多，还有渲染的精度的提高。灯光方面嘛，我们投入了研发的这个一些灯光相关的工具，来提升整个灯光渲染的这个品质。继这个裸眼 3D 后，仙逆剧场版我们会继续探索新的这个艺术风格，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视觉的这个元素，同时融合非传统数字媒介的视觉质感。配乐这块儿，我们想走一些多元化，配乐上这个后续根据不同的这个剧情，还有不同的这个角色的这个特点，尝试更多的风格的配乐，比如呼麦融合的摇滚、民谣等，大家可以后续期待。说得非常好，更加期待了。那么下一个问题，其实还是想问一下建新导演啊。我们知道刚才我们绝大多数的动画在武戏打斗的这一块，包括技术提高精度这一块，其实在国产动画这个行业，我们其实说句实话，跟海外的相处的差距并不大。其实技术上的体现，我们已经很接近于非常顶级的这种水平了，对吧？那其实仙逆在很多的时候有很爽快的打斗，很高燃的节奏，然后剧情的爆点也很快。但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仙逆剧情，比如说问道啊、化凡啊这些一系列几乎没有任何打戏、没有动作戏的这样的镜头，我们体现的对整个视听语言的表达，对文戏的表达，好像也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温度。那这种温度传递给我们的用户和观众的，就感觉大家都在说，哇，仙逆原来除了武戏之外，文戏也一样的好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评判或者平衡武戏跟文戏之间的这种节奏的呢？首先就是大家觉得好的地方呢，我们一定会继续保持。
并做进一步的提升。先说武戏方面吧，武戏方面就是随着剧情的推进世界观它也会越来越丰富。我们呢就会根据不同的修为、不同的角色性格以及这个种族做一些战斗的差异化设计。对于亡灵的战斗，我们也会更注重它的这个策略性，还有意外性和一招制敌的这种凌厉感。在文戏方面呢，保持现有节奏推进的同时，做到这个张弛有度。在关键的情感爆发点和重要的文戏，我们会适当的放缓节奏，给予观众呢充分的时间去这个消化这个情绪和感受角色深度的这个空间。然后特别是在高光情节的时候呢，也会用一些特写呀，还有一些环境氛围的营造啊，把这种角色的情绪，比如愤怒或者是悲伤等情绪精确的传递给观众。然后让大家看着就是这个爽感不仅是来源于力量的碾压，也有这个情感上的一些共鸣。确实，每次观察仙帝的动画，它的微表情，包括表情的联动，真的做到的非常的让人觉得这个情绪和这个情感传达的都是非常到位哈。那么我们聊过了制作大部分的这个情况之后，我们下一个问题就给到我们的制片人严丽华。那么刚才缇娜姐也讲到了，我们有非常庞大的仙帝 IP 的整个的矩阵化的规划，对吧？那具体在这些规划中，我们要先去做哪一步，或者说我们要展现的具体的落地的这些规划是什么呢？首先在内容方面，我们肯定还是会保持大家好评的地方，刚刚那个李导跟王导也都说的这种提升的方式，然后当然是还是以年番的形式跟大家一直相互的陪伴。然后同时王导刚刚也表达了说我们在节奏上然后文戏上的一些细节化的处理，包括我们后面对于品质的进一步升级，然后我希望大家都能有所请大家期待，肯定会有一很直观的表达。那除了每周相伴的年番的剧集之外，然后仙帝其实也听到了大家特别多对于去院线观影这样的一个诉求，刚刚缇娜老板也重点说了，然后我们仙帝也规划出了首部院线剧场版，然后那个也是基于我们耳根老师创作的这个基底，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更符合线下观影体验的一个故事的营造。当然我们也有一张海报，然后请看我们院线剧场版的海报。我们以这样的一个媒体的形式，然后跟大家喜欢的这种仙帝的内容，然后跟大家相约在电影院。那当然除此之外，仙帝现在也有了，刚刚缇娜把那个时间轴拉出来，我们有小游戏，我们有周边的一些衍生品，当然还有一些持续在开发中的线下娱乐体验、VR 体验等等。我们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多样化的这种娱乐方式，然后当然我们也在推进中，也请大家期待。然后最后也是感谢大家一直不断的对于仙帝的一个大力的支持。我们仙帝剧场版第2部《世仙之战》也会在明年然后继续跟大家见面，然后也请大家一起期待《世仙之战》。最后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世仙之战》的动态海报。好，非常感谢小花的分享哈，我们感觉真的是作为一个成熟的 IP， 确实要多宇宙矩阵的规划，而且我们也非常期待在院线看到仙帝。好，感谢仙帝动画团队的主创的分享以及耳根大大的到来。本次发布环节到此结束，谢谢。今日谁当王某，便是王某之敌。灭之。